扬起前方的路，命运在等我奔赴，穿越历练的远途。谁没有一身的热血起伏？不过把天赋阴雨灯火阑珊处。人生啊，哪会刀枪不入？对黑夜不屑一顾，何须锋芒来显露？偶尔绕一些弯路，就当活动筋骨。危难千钧一发，我挺身而出。暗涌上心间，我随机应变，只用双拳也不必一身凡险。暗涌上心间，又何惧深渊？不露声色，依然紧握手中拳。暗涌上心间，冷静理周全，先听心不照耀，无畏越天堑。暗涌上心间，若逆战难免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才稳健。元帅乌牛，就是眼前这个口音很重的家伙。这便是我六道府的回魂井，但凡还有一丝魂魄，这里都能找到。师姐，漫漫星途，你我终有重逢之日。糟糕，我的神识被吸走了。海神，你我终将再会。海神神识被灵柩灯吸走，生命球就没法记录他和副教主的谈话内容了，不会出事吧？你赶跑了我的童子，我就只好用灵柩灯将你带来了。我们且聊聊，若聊得不痛快，反正灵柩灯已收，你随时走便是。我现在走了，反而落下个不尊长辈的名声。先与他周旋一二。原来您真是燃灯副教主，晚辈看这童子面露奸诈，还以为是什么歹人，怎么也无法将他与品格清高的阐教副教主联系到一起啊！我好心邀请你，是你怎么？是我天庭不成你阐教的情，还是我挑起天庭与阐教的纷争？前辈，你这童子话没说几句，就给我扣了个挑拨的帽子。你那童子一向嚣张跋扈，是该有人制止他。哼。你想与海神聊聊龙族之事，我便答应替你做担保。好不容易把他邀来，你便翻脸不认人了。这两人，龙族尚未加入天庭，要聊龙族之事，你找错人了。若龙族有难，道友也打算袖手旁观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滴血！师兄罗祖，他们不是一直待在地底的血海里吗？怎会突然进攻我龙族？教主哥哥提前安排的仙斗鞭，竟都被腐蚀了。修罗族此时进攻东海龙宫，必是金蝉的入笔。神字指人，奏请玉帝出兵。八臂修罗，传闻修罗族修为高低与臂膀数量有关，臂膀越多，则修为越高，最多可修炼至8臂。这名八臂修罗，少说也已达到了金仙境巅峰。金仙境巅峰，我目前只有真仙境，龙族大半高手又都在守护万龙阵，我难以抽调人手。攻过来了！
修罗好厉害，和他一个人打，像是同时在和8个人打一样。护持大阵。紫炎符阵，3元玄火剑阵。不愧是天平，一出手就逆转了局势。多谢冉登副教主盛情款待，晚辈先告辞了。战场胜负未分，你怎知我们没有商谈的余地？第4绝即护持大阵，冲！好险！好厉害的毒物！那柱子到底是什么来历？不好！这毒物竟能腐蚀元神，至人体内虽只有我的神识，但神识毕竟是元神的一部分，神识被腐蚀，元神易遭到波及，轻则断了修炼之路，重则有性命之忧。海神道友，你没事吧？可能是有点上火吧。龙族危机未解，难怪海神小友会有此症，这是忧思过重啊。我有办法。如今龙族有4海龙宫，我们取西、南，道友取东、北。道友若答应，龙族之危可解，道友的上火之症自然也就痊愈了。如何？不就是上火吗？随便止点血就行了，没那么严重。你看，这不就好了吗？哦，是了，你人脉极广，尤其与那阐教的黄龙真人关系匪浅。若求助于他，这怎么能行？海神小友若请阐教之人前去相助龙族，岂非借道门之手成就他的升职之路？我冉登第一个不答应。这就是京产请来冉登的真正目的，他们早就串通好了，来我这儿唱红白脸。先是利用修罗族在正面战场的优势向我施压，再配合冉登逼我和谈。京产此招实在阴毒，怎么办？东海的护持大阵只能拖延一时，修罗族迟早会攻过来。到时有冉登在，我根本无法请动3教好友出手。我自身有元神有损，若不设法修补，连性命都保不住，还谈什么龙族上天？今日当真是死局吗？这点小事怎么可能麻烦3教好友？说不定喝点绿茶，吃点白莲就好了。不，会有办法的，一定有办法的。金蝉此去的核心是那颗宝珠。对了，宝珠既然是修罗族带来的，那和修罗族打了几万年交道的6道府，对此是不是会有了解？天字指缘，出！我可以给道友一点时间考虑。道友，可千万别让我失望。什么？千万不要吃葱姜蒜！他已油尽灯枯，看他能装疯卖傻到何时？放心吧，程少，既是海神的忙，那我们一定帮。啊，这是我马哥，嘿嘿，勾魂元帅乌马。上是
此物乃修罗族瑰宝，名唤血煞宝珠。它上一次出现，还是在数万年前巫族与修罗族的那场战斗中。那一战，巫族后土娘娘与修罗族先祖打得轰天动地，后修罗族先祖败退，修罗族也近乎被全灭。最后，他们发动了血煞宝珠，才挽回颓势。修罗族因此苟活至今，血煞宝珠也在那场大战中受损。没想到，如今却忽然现世了。他们这是下了大手笔。何出此言？听闻此珠需修罗族以其全族之力，提炼体内盘古巫血炼成。盘古巫血与血煞之毒的融合，制成了当世顶级的毒珠。若染上此珠之毒，可有对策？没有。那你们还说那么久？长寿啊，血煞宝珠毕竟是提炼盘古巫血所凝成的，除非能够请动道祖出手，发动天罚。可当世又有几人能见到道祖呢？天罚，天罚，天罚是我想找就能找来的吗？渡劫的时候遭了那么多天罚，这会儿怎么就不来了？或者把天罚引过来。古籍记载，倘若炼出逆天法宝，天道便会降下天罚将其毁掉。逆天法宝，我如今是金仙境，倘若我将原版的剪纸成人术魔改一番，研制出与我本身相同级别的金仙境纸人，算不算逆天？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我的酒啊！哦，再来。这是地脉内灵气冲撞所产生的灵爆。认吧，长寿，你究竟在修习何种神通？再闹下去，我也难以为你遮掩了。成功了！天罚果然来了，去吧。不应该毁掉纸人吗？怎么一直在劈我？不妙啊！再这么被天罚劈下去，我的本体根本承受不住啊！纸人毁了可以再炼，命没了是真的没了。洪荒生存游戏根本没办法重来啊！
我来啦！是天罚，怎会突然出现在东海？既然这样，就只能由我的本体把天罚引来了。所有人听令，进攻修罗族！道祖让我代替纸人挨天罚，意味着从此以后，道祖认可了我的金仙境纸人，这波不亏。多谢二位款待，我的上火之症已经缓解，告辞。中计了，竟能设法引动天罚，回去血煞宝珠。海神真是个可怕的对手。昊天，有这么多人想要你的命，你这玉帝之位也坐不长久。世间兴衰，各行其路，勿要强逆天命。海神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凌驾于我妖庭百族之上？他竟然还活着！将死之人，废话太多。走了。我要进剑，踏入山顶。是谁撩拨起依恋，一点一点粉红的脸，心湖荡漾转圈圈，春风似缠绵。谁的生词也心间，不同凡响为我了解，对着铜镜刻画思念，藏起小垂涎。仙门里初见鹦鹉的眉眼，朝夕的华年，谁在谁旁边？喜欢的情节，偶尔望着眼，小穷佛心心缱绻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求个安全，凡事上好奇当冒险。忽然又不见，原来遁入心间，偷来了惊鸿一瞥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令人挂念，像冥界的一道誓言，是面不许愿，你们不能听见，细节道路千情缘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求个安全，凡事上好奇当冒险。忽然又不见，原来遁入心间，偷来了惊鸿一瞥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令人挂念，像冥界的一道誓言，是面不许愿，你们不能听见，细节道路千情